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登。最近不是更新了隐藏兵种 mod 吗？但是你们知道这些兵种当中哪个才是最强的吗？可能你们会以为是这个奥丁老头，然而其实并不是他。第一个就是来自魔幻三派系的艾瑟琳，只见他拿着一个圈儿，他的攻击方式就是用圈儿疯狂旋转，可以看到就连圣殿骑士都被秒了，看来伤害还是挺强的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双持光刃、全身发光的天使，可以看到他已经完全被光化了。那么他的攻击方式就是丢出光剑，把敌人吸到天上去，然后再掉下来拽死。那么同样光剑也是能造成范围伤害的。全秒了，没啥好说的。那么第三个角色就是萨满，看这身装扮，一看就是来自部落派系的。那么他的技能就是使用召唤术召唤一群骷髅，哦不对，应该是连续不断的召唤骷髅，只要敌人没被消灭，骷髅就会连续不断的召唤。不过这召唤的姿势好搞笑啊，像在跳舞一样。不得不说这个角色有点意思，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啊。那么第四个角色属于魔幻三派系的骑兵了，长着翅膀的马儿，不用说都知道是天马了。那么他的技能就是空中打击，哇，自带跟踪效果的手雷。不过他的弱点也很明显，直接被一个弓箭手给射下来了。哇，即使失去了天马，但是他的战斗力还是挺强的。然后又丢出了一波炸弹，就被弓箭手一刀给砍翻了。不过战斗还没结束啊，因为炸弹还剩一个。我去，极限翻盘啊，这是。那么第五个角色掠夺者，只见他带着2头狼，那不用说都知道是命令狼去攻击敌人。哇，这掠夺者的技能有点炫酷啊，还冒着白光。不过这狼的伤害还是挺高的，一头把圣殿骑士给撞死球了。虽然这狼看上去有点沙雕，就像2只搅屎棍一样，不过这战斗力还是可以的。那么第6个就是阿波罗了，都是老朋友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他的技能就是射出光剑，形成一个漩涡，在漩涡当中的敌人会被光化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就像这巨人武士一样，直接变成了光，没啥好说的，非常的强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奥丁老头儿，看来改版后的奥丁老头变黑了，而且他的技能除了能召唤一只从天而降的长矛，还能召唤2只巨兽，看这外形应该是熔岩巨兽吧。而且这熔岩巨兽还在地上撞出了地刺，我感觉这伤害应该是很可怕的。看吧，这么多人都扛不住他一个，所以你以为这老头就是最强的了吗？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最强的不是这老头，我觉得最强的应该是这个角色，那就是太阳神阿波罗。但是有人说了，阿波罗和奥丁战斗的时候，很明显奥丁就把阿波罗给秒了呀。但是你们似乎忽略了一点，阿波罗他是远程单位，那么远程单位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当然是射程啊。那么我发现阿波罗有个特点，他的射程简直是全站最远的一个。我去，看吧，这射程简直就是激光打击，800米开外的奥丁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虽然奥丁的血量是非常的厚，但是我就想问问，他能够活着走过去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只要地图足够大，阿波罗可以挑战99%的角色，就像这坦克连阿波罗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就这样被活生生的打爆。那么阿波罗能否挑战全站最强远程防御黑暗农民？只要地图够大，当然可以。我想这应该是全面战争模拟器最大的地图了吧，把它们放在两边。我去，可以看到阿波罗的光剑直接贯穿了整个地图，对着黑暗农民疯狂输出。那么众所周知，黑暗农民的血非常的厚，但是这里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血量还是在减少，所以只要距离足够远，黑暗农民都会被打死，好吧？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么远的距离，这种光剑基本上可以轻易的躲掉。看吧，稍微走位一下，不就轻易的躲掉了吗？所以阿波罗这个角色说强也强，说弱也弱，就连个野人也可以轻易躲掉，当然也会被当场打死。不过阿波罗遇上超级农民就没有什么优势了，毕竟超级农民可以光速移动，而且还可以随着角度的变化轻易躲掉。所以当阿波罗遇见超级农民的时候，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坨子直接被秒。那么既然这样，阿波罗会不会有更多的玩法呢？当然可以有，30个阿波罗同时射击，直接形成了一个扇形的激光阵，这个视觉效果直接拉满。而这边更是形成了一个超大漩涡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你们知道谁能够在这个漩涡中存活下来吗？